兄弟们，我是尤峰，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道大家这个 GPT 现在用的怎么样？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GPT 的话，ChatGPT 现在全球的话有1.8亿的月活跃用户。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正挖掘到 ChatGPT 的全部的潜力。作为一个电商人，你一定要学会用好这个工具。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我发现的超级实用的一个小技巧。我肯定在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会学到非常多关于 ChatGPT 新知识。那我随便发送一个提示语给他，我说我对跨境电商特别感兴趣，那特别是他在商业领域中的实际应用，我想知道一些成功运用跨境电商公司的一些案例，而这些案例最好包含公司的简单介绍，他们遇到的一些挑战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以及最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看到这些理念是如何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也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本期用的所有提示语的话，有很多都很长，那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一个链接，直接进去复制就可以了。通过这样一个提示语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你可能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些东西。他这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叫做 SH 西印的话，它是中国一家快时尚在线零售，那他遇到的一些挑战，他告诉我们他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那他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那下面的话还举了阿里巴巴的一些案例，阿里巴巴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多？你可以把上面的我对什么感兴趣，那你可以换成其他行业。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试一下。那我这里搜索一下，比如说我对 AI 感兴趣，看一下它会怎么样回复我们。总之呢，后面的这中间这个词，你可以换成你自己的一个行业。这个 AI 的话，就是亚马逊的话，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大量数据的一些管理，那需要处理海量的用户的数据，然后它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 ChatGPT 的一些隐藏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我之前也没有发现，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我随便发送一个提示语给他，我这个提示语是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想让你充当我的一个运营助理，帮助我更好的运营我的网店。他会给我一些回复，这个回复的话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个回复下面的把这个第二句提示语发送给他。首先，请你先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以便你能更准确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在让 GPT 回答你的问题之前，那你可以先让 GPT 先问你的问题，这样的话，它给出的一些答案的话，可能更符合你的要求，因为它更了解你的需求的话 ，GPT 它问了我们这样一些问题：你的网店主要是销售哪些产品？那你的目标市场是哪里？那你目前的月销售额是多少？你当前有哪些营销渠道？那当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告诉给 GPT 以后，那它就会对我们的话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等一下它给我们输送答案的时候的话，就可能更符合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要求。因为它这里问的问题有点多，那我们可以这个样子，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技巧。那我们选中这一句话，选中好以后的话，这里有个引号，那我们点击一下它，可以单独先来回答一下它这个问题。你的网店主要销售哪些产品？我跟他回答是，我是卖手机壳的。我们来看一下 GPT 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回复的功能的话，它特别的方便，它不用让整个对话变得又长又乱，那可以更简洁一些。好，这里他说了解了你的网店主要销售手机壳，为了更方便的运营，那我们下面需要进一步回答他这些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拉到最上面来，我们可以拉到比如说刚才这个最上面这个问题，点击这支笔，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这里回告他，我是做手机，我是销售手机壳的。这里的话我们再点一次发送，这次的话它会重新来帮我们生成一个全新的一个答案。因为有时候你在写提示语的时候，你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写这个提示语，那通过这样方式的话，你可以反推回去，就知道大概你要在提示语里面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这个的话有时候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那接下来的话我来教大家如何生成你自己的一个 GPTs。有风这里的话已经生成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 GPTs。等一会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一个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个 GPTs。这个 GPTs 的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去体验、去感受一下。当然，今天我也会教你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做之前的话，需要你的 GPT 的一版本的话，你是需要一个 GPT 4才可以。
像从 GPT 3.5升级到 GPT 4，那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一个之前做了一个教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跟着去操作一下。因为有时候你用国内的银行卡可能支付不了，那我在那个视频里面会告诉你怎么样进行一个支付付款。那现在看一下有风之前做好的跨境电商运营小助手，也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 GPTs。那我可以点击这里，我们开始吧。这个 GPT 是经过有风训练的，它是专注于跨境电商运营的一个助手，它可以帮你优化你的运营策略，解决具体的问题，或给你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首先，你需要告诉他你是销售哪些产品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目前你在运营中遇到的哪些问题。当你把你的问题发送给他以后，他就会一一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我这里也回答他了，我是卖手机壳的，主要针对欧美国家，主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流量问题，因为现在付费流量的话越来越贵，我想找到一些免费的流量。我把我的答案回复给他以后，他会针对我这个问题给我一些解决方案，可以根据他给我们的一些方案，我们可以好好去看一看，学习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制作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GPTs。 那你不仅可以做这个跨境电商运营的小助手，你还可以帮你做一个什么健康医生或者说你是一个文案策划呀，图片的一个提示语生成器等等，那你能想到的通过这个方法都可以实现，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首先的话，我们先来打开一个新窗口，我们打开这个链接，这个链接的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到时候兄弟们直接去复制就可以了。这个链接里面有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那我们把这篇文章的话全部给复制一下，从最上面的引言开始，那你需要一直复制到最下面这个示例这一个结束。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先打开一个 GPT 的一个窗口，然后把这段提示词的话发送给他，因为这段提示词确实非常的长。我这个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让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个 GPTs 的所需要的一些文件。主要就是你现在是一个懂 OpenAI GPT 提示工程师的聊天机器人架构师用户说啥，你就能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定制一个 GPT 的一个指令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提示词。那我们拉到最下面来，好，这里的话它会回复大家欢迎来到 AI 有风的高级定制 GPT 构建器，你想做个聊天机器人吗？先告诉我你可以先告诉他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个机器人越详细越好你可以说提高网站的一个转换率，但是这个不够详细，我们可以给它更详细的一个提示词，提高女性服装网站在移动端的用户转换率这样的话你给它的一个提示词越详细，那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就会更好。我把我这句话发送给它，跨境电商运营助手接下来的话它会根据我们给它的一个回答帮我们生成一些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你不是做跨境电商的，你是做其他行业的，比如说你是做文案策划、做法律的、做教育的、做培训的，那都没有问题，你把这个地方改成你相关的一个行业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然后它下面会说为了更好的定制适合你的跨境电商的一个助手 GPTs， 我需要了解一些信息，那你可以按照它上面的1、2、3、4，按照它上面的建议回答它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懒得动手，那也没有关系，那你可以直接把自动给发送给他这个时候的话 GPT 的话就在帮我们生成相关的一些我们做 GPTs 所需要的一些文件、一些指令如果说你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懂，那你很难写出像这样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一些内容。我们从这个通信序列这个地方开始复制，那一直到这个支持和反馈这个地方结束就可以了。我们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创建我们的自己的 GPTs， 那你是 GPT 4的一个用户才可以。我们点击右边这里有个探索 GPTs， 我们点击一下它。创建以后的话，这里有个创建，我们点击第二个配置，配置的话把我们刚才复制的内容的话直接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取一个名字这里的话可以取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写，假如说我这个名字就叫做跨境电商小助手这上面的话你可以上传一张，这里可以上传一下你这个 GPTs 的一个图片，我们这里可以传进来。那假如说我把我的自己的头像传进来再往下面呢画了一个开场白，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个，比如说我们开始你看这里的话，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它就会自动开始。它的能力这个地方这里有
可以进行网页的一个搜索，可以进行一个图片的生成，还可以进行一个数据分析等等。那我们可以把最后一个也勾上。创建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里有个创建，我们点击一下它创建。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个 GPTs 只供你自己使用，你就选1。那你还可以分享给别人，你可以选第2个。当然你还可以发布到 GPT 这个商店里面来也没有问题。全部写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右下角这里有个保存。之后我们点击这里去访问我们的 GPT。刚才我们制作好的跨境电商小助手就已经制作好了，可以点击这里我们开始吧，那就可以实现刚才有风给大家演示的这些功能。这里你可以告诉他你的这里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一个具体的需求，比如说市场分析、客户服务、物流管理等等等等。那我这里随便发送给他一个。我说一个市场分析，那他就会根据我们给他的一些回复来进一步的话来帮助我们来运营我们的店铺。他会问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主要市场是哪里，那你的竞争对手信息，你目前的市场策略是什么，告诉他以后的话，你就可以告诉他以后，他就会有针对性的来回答你的问题。上面有一个你好，欢迎来到跨境电商运营小助手，我是你的专属助理。这上面这句话的默认这句话你也是可以修改的，怎么样修改呢？点击右上角你这个头像，这里有个我的 GPTs， 我们点一下它。点了它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建好的 GPTs。我们可以点击这支笔的话来编辑一下。左边这个地方指令这个地方，我们把这右边这里有个这个，我们把它放大全屏一下。这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修改它。那后面比如说加一个欢迎来到跨境电商运营，我是有风。我只是举个例，反正总之就是这里这句话的话，我们可以改了以后改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更新一下就可以了。更新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再来查看一下这个 GPTs。这里再点一次，我们开始吧。你看这里它现在已经变了，欢迎来到跨境电商运营，我是有风。说明的话，我们这个已经设置成功。这个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任何语言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习下一个 GPT 的一个技巧。我还是新建一个 GPT 的一个窗口。我随便发送一个提示语给他吧。我说中国各个朝代还有皇帝的一个在位的时间。GPT 的话，它会给我们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描述。这里的话只是我作为一个测试玩一下，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GPT 的能力还是非常强。它可以从夏朝一直帮我们总结到我们现代，非常的有意思。排除的一些功能，假如说你里面的话不想出现商朝，那我们可以在提示词里面把它排除掉。怎么样排除呢？我们点击这个笔，那我们在下面的话可以按一下回车，来一个井号，后面的话排除商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发送给他。你看夏朝过了以后的话，它直接就跳到周朝了。本来我们刚才第一次生成的时候，它是有商朝。那这种排除的功能的话，大家有时候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用一下。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功能，它可以把我们刚刚生成好的内容变成我们的一个模板。下次的话，如果我们在其他聊天窗口或 GPT 对话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来调用这个模板。那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他，我说将其转化为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个模板。它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格式将其转化成这样的一个模板。你可以根据这个模板来记录其他朝代及其他在位皇帝的时间。你看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帮我们存储为模板了。我新打开一个窗口，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这次的话，我们来跨越一下。我说帮我设计一个 Shopify 开店的流程以及时间线，把刚才的模板来复制一下给他。我们来感受一下，复制一下我刚才刚才 GPT 帮我们建好的模板，然后把刚才的模板完全两个不相干的内容，我们来试一下 Shopify 开店的流程以及时间线它会根据我们刚才这个朝代的一个，它会根据我们刚才朝代这个时间线帮我们制定出这样一个开店的流程的时间线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整个流程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叙述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来看一下。计划与准备阶段1到2周，市场调研；店铺设计阶段2到2周，产品上架、支付配送、测试优化等等；开店上线1周。通过这种功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模板你比较喜欢，你又可以在下面给他说帮我存储为模板。下次的话，如果你要做其他内容，你可以直接
调用这个模板，它会根据刚才这个模板样式给你生成相类似的这样一个模板形式。我是有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在做电商的路上的话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作为一个电商人，学会使用最基本的 AI 技术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链接、所有提示词，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有个链接，大家直接点进去复制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也做好了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GPTs，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把你的 GPTs 链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玩一下。